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的指甲频道。这一集来讨论案例啦。这个案例当然又很不一样，每个案例都很不一样。这个案例指甲超短，而且它甲床也超短。更厉害的是，它来自于基隆来做指甲矫正，哇，真是辛苦。这个例子更辛苦的地方是，它本身是做包装工作的，所以它偶尔会有酒精的破坏。更可怕的是照顾小孩，那真是严重的伤害啊！所以治疗状况非常的不好。But 我们还是有一个不错的结果。来，左边是第1周，右边是第32周，很厉害，对不对？没有错，这么厉害，为什么？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指甲矫正计划有这个矫正型的人造指甲，客户准时回来，然后比较努力保护指甲，并且选用指月油跟万用膏勤做日常的保湿，适量涂抹，1天10次。所以厉害的不是你宝贝，也不是我们的产品，而是什么？客人很厉害，没有错。矫正的重点在于客人的努力，我们只是一个怎么样旁边插花的嘛。好，甲型调整前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图片，它的指尖长期本身就是有湿疹的状况，所以它从小就抠指甲、咬指甲、撕皮肤，它的指缘有一种恶性循环的状况，是非常不健康的。尤其是它指甲表面如果有点分层的话，它想把它撕掉，越撕越凶的结果，造成它的甲床外露越来越严重啊。再来，这个客户他比较辛苦的地方是，他的工作是作业包装员，所以原本就是用指尖去做事情的。另外，在生活上面又是年轻小孩的妈妈，重量级、核弹级破坏。然后在矫正上更辛苦的事情是，他住基隆，所以他从基隆来台北做矫正。再来是上班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他矫正机会是得来不易。不过，也许也是因为得来不易，所以矫正会更认真。在我们不成文的统计里面，只是来自于外县市的朋友，矫正状况都会比较好，住得越近越不好。就是在说你们这些住台北、住大直的哦。那我们看一下一开始的状况它的指肉红肿，它的硬睑厚皮也很严重，干皮超多，所以导致它抠咬指甲，而且指甲超短，最后造成甲床外露。好，来看大拇指。大拇指一样它的撕抠皮肤的状况非常严重。另外呢，母体也受伤，所以它的指甲本身也不健康，导致于指甲很脆、很软，而且长出来的指甲也有凹陷的纹路，哇，非常明显。那对于甲床内陷、甲床外露的处理方式，我们拍过影片来解说，右上方的连结点一下，下面的说明栏也有相对应的连结，点去看一下哦。水晶指甲处理甲床外露，基本上对于这么严重的客户，我们通常第一次会使用水晶指甲。水晶指甲它的材质的特性很不一样，它本身是可以去遮盖外露的前端的甲漏。那我们会利用水晶做出一个人造的指缝，去用这个指缝去隔离来自于双手指纹的破坏，避免来自于日常生活的一个影响。右边的图片，第3周的时候，它那个指甲前端就被我们延伸出一点点来，那就是我们所做的人造指缝。由于水晶指甲的材质非常非常的硬，而且它也容易被化学物质侵蚀而影响。通常在食物上面，我们会在水晶的表面再涂上一层凝胶的材质，去帮这个客户抵抗来自于包装工作的溶剂，而且也可以去缓缓的改善一点点水晶的缺点，所以它表面上看起来有点亮亮的。大拇指的尖端有一点半透明的部分，那个就是延伸出来的水晶指甲。由丑变漂亮的过程，这边特别提一下，那就是我们做指甲矫正真正的目的是要让真指甲变得健康又漂亮，而不是做一个假的去遮掩它。重点在于做真的，不是做假的所以我们让指甲慢慢的变好，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是咻一下1秒钟就变好的，所以它是不可能立刻变漂亮，至少也是经过半年以上的努力。所以说它本身是从不好看变好看的。来看一下第5周，看看它的状况。其实第5周的时候并不算是好看，可能还有点难看一点点。一样有一指是半透明的，那是我们之前做出来的人造指甲。第8周也是，第8周虽然没这么丑了，稍微变好看一点点了但是还是看得出来有这个人造物覆盖在上面。一样有一指是我们之前覆盖的水晶指甲。凝胶指甲调整甲型，这个客户因为前期的破坏比较严重所以他到了第11周的时候才完完全全的摆脱水晶他前面2次其实还有一指是有水晶的结构，
到第11周开始，它终于进入了全凝胶时期。凝胶相对来说，它比较容易定型，比较容易去处理它的形状，所以用凝胶来调整指甲的方向是比较有效的，尤其是改善扇形跟歪斜，用凝胶去处理效果更好。好像这边可以看到的，它整只手都是凝胶的状态了。来11周，11周好看一点点了，不像前面这么可怕。来，在17周，11周就算是变漂亮了啦。好，艺术指甲兼顾矫正，这边我们来谈一下艺术指甲兼矫正的过程。我们在做指甲矫正的时候，指甲矫正的凝胶指甲其实也可以做艺术指甲。尤其在客户指甲中后期稳定了之后不需要随时去监视他指甲的生长状态跟破坏状况以后，我们就可以做颜色去做一个覆盖。覆盖什么？覆盖前面不是那么漂亮的指缝。21周看到它的时候，其实这个指甲它是17周做的，然后隔了4周的照片，所以可以看到它的中指因为太久没有修补，所以说那个翻白处跑进的脏污垢就灰灰的，所以4周不是建议的时间，3周回来真的比较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25周，第25周一样一样是21周做的，各4周才来找我们，这4周修补真的不行，真的太长第29周又是一样4周才修补，所以长出了很长一段的空的一个指甲。那其实我们还是不是那么建议3周回来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最后一次指甲矫正。这个案例其实它32周不是结束的，它是有正确卸甲的，前后成果真的非常的棒。但是卸甲的那一天太开心，我们开心到忘了拍照，所以说实际上它是第35周才卸甲的啦，然后成果非常令人满意。But 我们只有32周的照片，来看一下32周。其实32周的时候就算是一个漂亮的指甲了，可是这个例子讨论一下它的过程，因为它矫正期间其实不是很固定，然后中间的矫正期有时候长有时候短，像我们刚才前面看到好几次都4周才回来，再加上它平时指甲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它的历程其实不是那么顺利。可是还好的是它平常的日常保湿做得非常非常的认真，所以还是有个不错的效果，效果令人满意。来看一下大拇指，仔细看可以看得出来前面有段白白的，就是因为它工作上面常常会凹折到，所以指尖都会有部分的折痕。所以在这个例子它在35周卸甲的时候呢，有建议它使用硬甲油。硬甲油它基本上比较偏指甲油，可是它可以提供比指甲油多一点点的保护，它可以稍微保护我们卸掉人造指甲的真指甲。在过渡期的时候呢，还是有一点点的保护，不要让它折得太严重。这也是我们大力推荐给所有矫正的客户一个过渡期使用的东西，那就是硬甲油。指甲矫正前后对比，来我们看一下左边是第1周的状况，它原本的指甲状况是非常严重的，它的甲虫外露、指甲分层、指缘肿胀、后皮硬茧都非常的严重。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令人不得不想去破坏。我想不管是谁都很想去抠它，想去弄它，所以这样子会导致手指的部分恶性循环在经过32周的努力，来左边第1周，右边32周，哇哦，都不用上字幕了，改变非常的大。好，大拇指也是改变非常非常的惊人。好，原本它的指缘肿胀、扇形飞甲跟指甲直纹这3个问题呢，在第32周的时候都改善很多，尤其是它的皮肤终于变健康了，它的甲型也回归正常，指甲上的直纹当然也变少了甲床也变长了。在这边特别提一下，指甲上的直纹是源自于长指甲那块肉不健康，所以有些时候要把直纹完全消除，可能需要很多年的努力做好保湿才行。所以加油不要忘记做好保湿回来看一下大拇指，大拇指它第1周的时候指缘超肿，肿一大块，可是到了32周的时候就不肿了，恢复正常手指的。为什么？因为它减少破坏，并且做好保湿，所以让它的指甲周围的皮肤状况越来越好，这样子才可以让指甲从根本上改善很多，而不是只做表面功夫最后还是要推一下我们你宝贝的指甲矫正计划，那就是靠有矫正能力的人造指甲客户来准时修补保护指甲，并且植油跟万用膏勤做日常的保湿，适量涂抹，1天10次。所以在客户努力的情况之下，我们从旁做一点点协助，好让你的指甲从不好变好。那今天这个例子就介绍到这边，如果想要看更多的例子，让你有更多的信心来做指甲矫正的话，按赞、订阅、小铃铛，不要忘记我们了，拜拜。